怎么样？你只要把最后的这段曲谱练好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 这上面的字怎么消失了？姑姑，这曲谱世间恐怕只有一人可得，那就是君服。原来只有弹奏华胥引的人才能驾驭。我学会了弹奏华胥引，学会了如何开启华胥幻境。我成为了一个知幻师，通过幻境长廊将人带入华胥幻境，在幻境中，我能探知他们心中的秘密，满足他们的渴求，甚至让他们在现实中沉睡不醒。 这里是永安城龙都，我怎么会？我是九州的王，我是九州的王啦！千真万确，只要你永远留在这幻境中，你就是这九州的王，唯一的王。 我愿意留在这儿，我愿意留在这儿。那么幻境外的一切呢？不要了，我通通都不要了。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好，你说。杀了他！啊！杀了他！你进幻境了，在幻境中受的伤。是，你进入的是华胥幻境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的真儿还活着，为什么他在那里会完全不认识我？为什么他让人追杀我？这说明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华胥引，成为了知幻师。知幻师究竟是什么？原本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2种人可以进入幻境，一种是知幻师，另一种就是守护者。知幻师通过弹奏华胥引，让人进入华胥幻境。幻境是由听亲人的记忆和欲望为基础构建而成的。知幻师不仅可以自由出入，而且通过改变幻境操控人性。只要听见人愿意，他们就可以停留在幻想中，而现实中的肉体就会长睡不醒。那另一种人呢？有知幻师就有守护者，而守护者的职责就是守护幻境，阻止一切人进入。所以你们是守护者。既然是守护者，那你们为什么会被关在这个山洞里面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世人对华胥引的贪念，也是因为我一时的软弱。你还不相信我？我相信，因为不管他变成什么样的人，只要活着就能找到他。可是我又不敢相信，一旦我认为他真的活着，而到最后我却发现，其实都是假的。我没有办法再次接受他已经死的事实，所以你宁可用死亡来逃避。
却不愿意抗争去发现真相。我就是个懦夫。如果让恐惧毁灭一切希望，那我们就真的死定了。不仅从这个世上，更从我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不能臣服，臣服就是最终的灭绝。我要试一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试一试。恭喜主上，唐国公昏睡，无法处理国事，而且他没有子嗣，按律唐国由主上接管。有什么好恭喜的？做到这一切的是那个丫头。姑姑应该恭喜自己，华胥引终于为姑姑所用了。我一番苦心，难道主上还不懂吗？好了，姑姑，如今你所要的，我所求的都得到了。我也说过，会按照姑姑的意愿行事，放心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给公主上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真儿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一定怨我，为什么这么久才来看你？是阿年错了，阿年失信，对不起。哎，宋宁，别看了，回去吧。我想跟真儿说说话。宋宁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我只是想跟真儿说说话。听我的，回去吧。你为何要这般阻拦？文昌公主的墓被盗了。被盗了？真儿才死了多久？你们连她的墓都保不住吗？宋宁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说话呀！被盗的是公主的尸体，我怕你伤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怎么可能？真儿她生性顽皮，但是为人善良。别说公主，就是雀灵城的老百姓都一直爱戴她，谁会恨得连尸首都不给她留？这件事我也确实蹊跷，自古盗墓无非是求财，可是墓中陪葬品一样都没动，唯独公主的尸体不见了踪迹。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放心，我已派人去查，查出是谁所为，定不会轻饶。是谁所为？除了你们陈国这些宵小之徒，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宋念，我知道你心中难受，可是你不该把所有怨气发泄在陈国人身上，那只能说明那场战争你输得不甘。我是不甘心，用骗婚的计谋窃得我魏国的尘土，试问哪一个魏国人能甘心？你想如何？我想如何？我又能如何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亡国奴罢。你又何必如此说呢？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真对不起，我连你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一点点尊严都没留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少爷，你不在柳姑娘那儿待着，
来我这儿干嘛？少爷，自从到了魏国，您都没有去看过柳姑娘。我知道了。少爷，我说我知道了。少爷，柳姑娘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她这么柔弱的身子恐怕就撑不下去了。几天几夜没吃东西？她在干什么？你们怎么不早说？琪琪，更深勿重，你穿这么单薄，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日日思君，不见君。我知道，这几天是我怠慢了你。我这刚到魏国，事务繁忙，你要谅解，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也不能时时陪在你身边，是吧？琪琪知道，将军还在生琪琪的气。那件事，我们就不要再提了。琪琪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善良美好的女子，我不希望你改变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早点休息。琪琪，别这样。琪琪，别这样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现在不可以这样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会做到。琪琪，但是你要给我时间，好吗？早点休息。少爷，少爷，您的腰带落下了。啊，大夫人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要动，我们在跟你疗伤。疗伤？这棵生命树是要以人的能量喂养，可生命树的触须却可以治疗重伤，以命换命。以他人之命换取自己之命。是，想要活着，你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。这是无因国残酷的生存规则。那也不能用你们的性命来换。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必须这样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
把第三只妖给我找出来！柳姑娘，你不能总待在宫里，要多出来走动走动，让宫中的人都知道你的存在。柳姑娘，你看，这里好漂亮啊，不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这位姑娘，这里是谁住的房间啊？这是以前魏国文昌公主的寝宫。文昌公主，她不是死了吗？现在谁住？柳姑娘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反正也空着，不如我们搬过来。哎，这个你们最好还是请示一下夫人，她吩咐了，这儿的东西谁都不能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柳姑娘，虽说这是夫人说的事情，不过我们为什么要听她的？夫人，这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呀？等我拿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！这季节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桂花香啊？这是我藏了10年的桂花酿。10年，公主，我们本以为10年一切都不会变，却不知已是天人永隔。这桂花酿难得，你拿去给大人尝尝。是，今儿这就去。大夫人，大夫人，哎，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柳姑娘说这些是没用的东西，让我们拿走扔出去。这不都是公主的东西吗？谁让你们动她东西的？回夫人，是柳姑娘。柳姑娘说这些是旧东西，所以我们才……她凭什么动这儿的东西？柳姑娘搬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柳七七，柳七七！谁准许你搬进来的？谁准许你动这儿的东西？你以为你是哑巴，你会装可怜，你就可以偷可以抢吗？你以为沈寒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可以一直装下去？你怎么那么不知廉耻？夫人，夫人，这都是我们的错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柳姑娘只是看到这里没人住，所以奴婢才建议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下人跟我说话？夫人，你要是不乐意我们搬进来，我和柳姑娘就搬出去。你们把这里弄成这个样子，一句搬出去，说得何其轻松。这不过就是个住的地方嘛。你说什么？只有恶魔才会怂恿自己的主子做出这种不知轻重的事。打碎了公主最喜欢的花瓶。柳七七，七七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柳七七，宋宁，是你干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七七呢？我欺负他？你问问他都干了些什么？七七，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少爷，如敏，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少爷，其实这些都是误会。
柳姑娘自从住进这里之后，身子一直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找了看风水的先生帮忙看了一下。谁知道那先生说，柳姑娘的住处与她的八字不合。正巧那天我们路过那个小院，就想先行进来住2天，说不定那风水师说的是真的。没想到惹怒了大夫人。就这些？素年，我一直以为你男子气概，可以容得了人，可就为了这么点事情，你把人伤成这样。不错，你是这里的大夫人，你有权决定谁住哪个院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琪琪虽然没有过门，没有名分，但只要有我在，绝不允许她受欺负。我走。他闯的是真儿的寝宫，我根本不在乎他要搬去哪里，是否得到我的首肯。但是真儿的寝宫，谁都不能动，你答应也不行。琪琪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今天虽然受了委屈，但是你也有不妥当的地方。真儿的寝宫对宋宁来说意义重大，虽然我跟宋宁有名无实，但毕竟她是我的夫人，应有的尊重我会给她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到了魏国之后，我对你有所疏忽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但以后换寝宫这种事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会安排好，就不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了。毕竟这里是都督府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要都像你这样上行下效的话，岂不乱套了吗？明白吗？琪琪明白，自己只是寄人篱下，以后不敢再自作主张了。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不知道这是谁教你的，但是这不像你了。你以前没有这么计较，也没有这么多心思。到底是哪里不对了？我是不是不该带你回府啊？没有人教我，我的心没有变，从来没变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怀念在苍梧野的日子？那时候虽然我身负重伤，眼睛看不见，一路上那么艰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坚强，你的无所畏惧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依赖你，没有你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。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变得不那么单纯，变得这么脆弱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你跟从前那个不是同一个人。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柳姑娘，我都听见了。柳姑娘，你不可以这样下去。少爷已经对夫人越来越在意了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次我们该用狠招了。来人！这是什么？回公子，是夫人送来的桂花酿。桂花酿，她倒是有此闲心。这是？都督不知道了吧？这桂花酿是我们魏国的传统。魏出阁的闺女在自己的娘家树下埋下一坛桂花酿，10年后桂花酿醇厚清香，
如果是能与夫君一同分享，那可是白头偕老、子孙满堂的好兆头呢。白头偕老。人间尘败，一种含香蕊，疑是月娥天上醉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该歇息了。你先去休息吧，我擦完就睡。夫人不愧为大将，对这些刀呀、剑呀、盔甲呀，都当性命宝贝似的。我父亲常说，一个将领若是连自己的武器都保护不好，还有何资格保卫疆土？难道夫人还想带兵打仗？少爷会答应吗？打仗，只怕是不可能了。夫人武艺高强，就这么嫁人了，怪可惜的。哎呀，瞧我说什么呢？夫人嫁的少爷这样的当世英雄，还有什么可惜的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会这样选。在这别动！哎，夫人。沈儿，沈儿，可以这样，琪琪，琪琪，不可以，别这样，琪琪，琪琪。大人，您醒了。我这是……大人，你已经昏迷3天了，整个朝野都着急了。大人，3天。那琪琪呢？琪琪怎么样？这……说，琪琪怎么样了？柳姑娘她还没醒。少爷，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琪琪，琪琪，她怎么样了？琪琪姑娘为了救你，身染剧毒，不知道能不能逃过这一劫。大夫怎么说？有没有请大国医？魏国最好的大夫全都来了，幸好七七姑娘自小习医，她长期服用的山草药救了她一命，让她没有立时中毒身亡。只是能不能挺过这一关，还是要看老天的造化了。快传信于我父亲，大王曾赐他百灵丹，能解百毒，即刻去取。快！是。少爷，您和七七姑娘被人害成这样，这件事您一定要彻查呀。
谢谢。青儿，怎么会是你？沈岸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有死是不是？那就好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死的。可是柳姑娘替少爷吸毒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。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歹毒？查出真相了吗？夫人，您先别管那么多。您在牢里待了好几天了，一定没有好好吃过一餐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青儿，你别瞒我，他们是不是以为是我干的？吏部的衙役查出您送的桂花酿有毒，所以青儿知道夫人是冤枉的。夫人宅心仁厚，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夫人放心，清者自清，少爷一定会还您一个清白的。清白？他若信我，怎会管我至今？不是的，少爷一定是疏忽了。青儿这就回去求少爷放了夫人。别傻了，这件事你以为求就有用？不要再把自己搭进去了，只怕这一回我没那么容易脱身。中毒、刺客，这么短时间内就有尸体出现，仿佛早有人警示。这一切绝不是偶然，是预谋。只是这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沈岸，你究竟会不会信我？大人，这是在夫人房内搜到的。人证物证这下倒是全了。宋宁，此番怕是洗脱不了干系了。难道大人真的相信此事与夫人有关？越是简单看得出的道理，越有可能是圈套。此事我会彻查，切勿外传。但是夫人下毒失手，深陷囹圄的消息已经传开。我听说宋岩在边境集结10万大军，扬言一旦大人对夫人不利，他就要反。只怕这整件事，就是宋家兄妹里应外合，有所图谋啊！杀了我，不过是换个都督而已。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些都是在夫人房内搜到的，这些都是夫人平日里的习字。此信果然不是宋宁所写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速去天牢，把夫人接回府中。夫人，夫人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沈岸他信我了，我就知道少爷一定会相信夫人的。夫人，我们走吧。走。禀大人，中军大人来魏国了。知道了。大人，您请。父亲大人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已无大碍。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被人下毒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这事儿查得主谋没有？正在查。可我怎么听说是宋宁下的毒？看来父亲大人在这雀霞宫中眼线不少啊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你爹，能不关心吗？何况宋宁是你的夫人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应该过问。是。那宋宁她招认了吗？此事并非宋宁所为。你查清楚了？
这明明是宋氏兄妹暗中勾结谋反的证据，你怎么能说与宋宁无关？您再看这个，这个是我派人从他住处搜出他平时练字的笔记。从这上面可以看出，宋宁的字迹力透纸背，苍劲有力。虽是一个女子所写，但不难看出有股豪侠之气。而这封信上，蝇头正楷，中规中矩，笔形相同，但是比例却完全不同。反而是这封信让我更加怀疑是有人在陷害我。陈国得魏国，齐国均衡之势被破，难道是有人想利用此计来离间陈魏两国关系？那宋宁，你准备拿他怎么办？若非他所为，自然会还他清白。不行，若是魏国臣服，宋宁是你与魏国臣子的桥梁；若是魏国要反，宋宁就是人质。无论如何，宋宁一定要控制在我们手中。什么意思？我带来了百灵丹，柳七七可以不死，但是在柳七七与宋宁之间，你只能保下一个人。父亲，可你为何要逼宋宁至如此境地呢？这不是我逼他，是时势所逼。怨就怨他命不好。沈安，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？虽不及宫中舒服，倒也清静。你给我的酒有毒，我听说了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若告诉你那毒不是我下的，我宋宁光明磊落，从不暗箭伤人，你会信吗？你曾拿离火伤我，我知道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，但是我不后悔。若没有离火，没有那场大战，你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纠葛。那不好吗？宋宁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看不懂你，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我以为你明白。每一次我以为自己明白，可事实都告诉我，我错了。沈安，我宋宁做事何必如此迂回？我若恨你，直接与你单挑便是，哪怕是死，也是轰轰烈烈的战士本色。可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信与不信，只在你一念之间。我在牢里无法自证清白，但是沈安，当夜确有刺客出现，却引我到你的寝宫。你喝了我送的桂花酿中药，又见我提枪前去，这是巧合还是缘？你应该很明白。想刺杀一个人有许多办法，但是这种无疑是最笨的。宋宁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你会信我吗？上天保佑，六姑娘这次一定没事，一定没事。七七，七七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呢？七七，
对我的好，我全部都记得。我不能，也不会负你。大人，夫人已经恢复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一下。柳姑娘，柳姑娘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样总能收得住少爷的心。老话说了，富贵险中求，这话肯定没错的。少爷，夫人被中军大人带走了。我宋宁这一生，自挥枪下有过无数性命，却从没暗地里伤过人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杀了我，但是不要实行来侮辱我。行刑！沈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敢拦我？大人，中军大人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我让他们拦你的。父亲大人，该说的话，父亲早跟你说过了。宋宁的责罚不能免，但也不至用刑吧？不用刑如何服众？刺杀都督是死罪，谋杀亲夫是死罪，不饶他一死，已是网开一面了。可您明明……安儿，何为大局？你以为这是家事吗？当你坐上雀霞宫的主位，应该明白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国事。他毕竟曾是一个将军，这些刑罚他耐得住。一旦今日过去，一切就一笔勾销。虽然曾经被逼出，秘术也随之消失了，但真正的能力并没有失去。只要你内心有足够强大的意念，就会找回自己的能力，甚至比以前还要更强大。只是眼下这种情况，我也仅仅是恢复体力而已。但是要离开无影谷，要打开被封锁的洞门，还是不行。那是因为单凭我们的人肉之躯，是根本打不开这个洞门的。如果想要冲出五阴谷，我们还要靠一件东西。20多年都无法知道这星云石的秘密。禀云公主，什么事？禀云公主，属下已按云公主吩咐前去无阴谷查探。人都死光了吗？山洞内一直有声音，似乎那些人还未死绝。还未死绝，也好，那就等讲出星云石的秘密再死吧。
天子一族想通过华胥引扩张，用星云石将我们囚禁在此。星云石有什么用？是我们的生活。星云石现在拥有我们最大的力量，但是当年因为我一时软弱，被美色所误，所以会将最宝贵的星云石交给了君弄云，令星云石黯淡无光。所以说，没有星云石，即使我们怎么努力，也冲不出这个山洞。我们不要放弃，我深信万能神将你派来这里，会带给我们新的转机。凤宁的事，你也不必太过在意。大丈夫成事，总会有牺牲。她是你的夫人，为你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。天下本来就没有皆大欢喜的事，还是选择对你有利的吧。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利益来衡量的。家务事远比国事更让人难以决断。纳妾的事你就再缓一缓吧，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这。晴儿，少爷，这药是给夫人的。她怎么样了？回少爷，夫人还那样，不吃不喝的。她的伤怎么样了？晴儿，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，夫人的手废了。宋宁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不祈求你原谅。事情变成这样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知道说任何话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处置你是权衡利弊唯一的结果。可是我错了。千错万错，我没有想到他们会用那么重的刑。我以为你不同于那些身居闺房稳弱的女子，我以为你扛得住，也只有你能扛得住。你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我记得那个宁死不屈，即使离火燎原，也绝不退让半步的勇者。他敢做敢当，不惧生死，即使我们之间误会重重，即使他娶我是那么不情不愿，但他绝不会妥协，更不会为自己找寻借口。宋宁，我不认识你。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活着。只有活着，才能报复我。怎么样？大人说，柳姑娘的婚事先搁下。多谢。告辞。柳姑娘，你别等少爷了，他今天不会来。我今天听别人说，少爷因为大夫人
把纳你进门的事情就给放下了。哎呀，这少爷也真是的，你为他付出那么多，连死都死2次了，他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这可不行啊！六姑娘，事已至此，咱们还差最后一步。是你啊，琪琪，这么晚还不睡？天凉，小心身体。琪琪，你不懂，身体在康健，如果这里痛，比死都难受。琪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他，我没有想到用那么重的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苏宁，你哭了。我很少见到你哭的，在我眼里，你总是那么坚强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把你打垮。其实，你也会哭，是不是以前每一次你难受的时候都偷偷躲起来，不让我看见你这一面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坚强？为什么？如果不是这么坚强，如果不这样，宋宁，我常常觉得在苍洛野救我的那个人是你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每次我一闭眼，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可是这样令我心里好难受。我答应过琪琪要照顾她一辈子，不该喜欢你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琪琪，我昨天晚上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怎么会这样？琪琪是将军的人了。我
我不应该。七七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不应该在你还没有名分的时候这样对你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娶你进门。姐，大人，他怎么说？哎，知道了。将来再也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此事。是，大人。这紫慧枪，怕是再也拿不动了。我会寻遍世上最好的名医，一定能将你的手治好。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救的。这是我找人去求来的上好金疮药，虽然没法医好你断了的手筋，但至少这些伤疤会好的。这么做你会好受些。哼，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我答应你纳柳七七为妻，你又何必管我答应与否？你明知道，就算我不让你娶，你若执意要娶，又有谁能阻止得了？我们今天不谈这些。明天。后天，明年后年，若是我一直都不答应，我等你。柳七七等得了吗？宋念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是我要问你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还有公务在身。沈安，你好自私！你这样对我、对柳七七公平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就不会伤到我跟她吗？让一个女人伤心，让另一个女人在等待中绝望。你这样做，无非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服些罢了。我明天再来给你涂药。听说少爷他去了好几次，可夫人就是不松口，少爷不好强求，这事儿就这么给搁下来了。六姑娘，我知道你心里特别难受，我看这少爷应该也不会对夫人硬来的，或许我们得加把劲儿了。你们都要记住，南婆婆，你是第一个要牺牲的，你要让云公主相信鬼眼。鬼眼，哎，你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云公主的信任，带小白接近她。小白，你看上去最弱小，抢星云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苏玉，你要用你体内圣骨的力量将星云石放入船舵，把族人都带到船上去，一同离开无影谷。
夫人，柳姑娘他们来看您了。夫人，这是柳姑娘给您做的药膳。柳姑娘知道您受了伤，亲自给您做的。柳姑娘知道她进门的事儿，夫人您有您的考量。其实呢，自古以来男人都是3妻4妾，更何况沈府家大业大，老爷早就想少爷能够早点开枝散叶，只是夫人您一直没有动静。但是柳姑娘肚子里可是沈家的亲生骨肉啊！柳姑娘深知这样不对，可耐不住少爷的性子呀。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柳姑娘受委屈不要紧，可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实在说不过去呀。夫人，其实柳姑娘进门的话，对你是好事，多个人陪伴，多个人分担。柳姑娘要是进门，少爷的事情就不用您费心了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们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啊，哪里，我们就是来探望探望您。既然是探望，该看的也看了，该说的也说了。二位请回吧。那柳姑娘进门的事儿，夫人。柳姑娘比你我想象中要聪明100倍。她想要的东西，就算我宋宁不给，也有的是手段得到。我答不答应重要。青儿，送客。夫人，容敏先告退。原来你们俩连孩子都有了。沈安，你这戏做给谁看？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说出星云石的秘密，我就给你自由，给你所有族人的自由。20年前，你就花尽心思要我告诉你，君弄云呐，君弄云，难道你要我再一次上你的当吗？你杀了我吧，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。好，有骨气。我倒是想看看你的族人。是不是和你一样有骨气？你们谁告诉我星云石的秘密，我马上给他自由，绝不食言。闪开！闪开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下去！我告诉你。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我要活。好样的！那你说说星云石的秘密是什么？我来告诉你。什么？快救我！把他全都杀光！
小弟，这是守护华胥幻境，不要背弃我们的世界。小弟，你先上船。魏延，你先上船，主人就交给你了。老弟，兄弟，快点把老弟走啊！快上！魏延，快点把老弟走啊！魏延。世子已从无影谷逃出，但是下落不明。看来我儿的处境很危险。那大王有何对策？放出凤去，我吧，转掉另一个密匣给沈安，让他交给苏玉。这密匣万一被抢走了，不用怕，密匣只有苏玉才能打开。那世子的处境岂不更加危险？本王自有安排，你速派人给沈安送去。安儿，陈国朝堂近日纷争频起，大王身体每况愈下，刘夫人大有取而代之之势。我知你性格耿直，对大王忠心不二，但心中再有抱负，也需明白审时度势、知人借力的道理，这才是成功之道。望你三思。看来大王的身体真的不行了，只是他交付我的事，不知能否办妥。天地之大，大公子又藏于何方？要是迟迟没有大公子的消息，大王托付了这个东西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夫人，夫人，那个柳姑娘，听说已经在准备婚事了。人配衣，上马配鞍。柳姑娘穿上这大红婚袍，有大夫人的气势。所有的一切礼仪细节，都是比照夫人嫁进门时的规矩办。虽说是纳妾，但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这个妾，才是少爷心中真正在意的人，是将来这府上真正的女主人。我去把封官拿来。七七，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雀霞宫的女主人。我听说你们在这热热闹闹的置办喜事，闲来无事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你在等荣敏？不用着急，我派人缠着他说话呢。
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怕我还在计较你冒名顶替我接近沈岸的事，还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？你以为你和荣敏这样信口一说，我就会信吗？你以为我还会像往常一样，无论你在背后说什么、做什么，我都不去管、不去问吗？因为我骄傲，你就可以利用我的骄傲。这大红婚袍真漂亮，龙凤呈祥。沈岸是龙，你是凤，那我呢？我又是什么？我是这手上难看的疤，我是挡了你跟沈岸幸福的绊脚石。我也想放手，既然沈岸不信我，既然他觉得他爱的是你，他又何必苦苦强求这份得不到的感情？可是我回不去。我的手废了，大夫说我再也握不住枪。即便我现在离开了这里，我也什么都不是。刘七七，你抢了我的一切，沈岸他毁了我的一切。如今，你们又想让我看着你们成双入对，凭什么？既然你们把我变得如此不幸，我若是不回报你们，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？刘七七，你记住，你可以把着沈岸的人，把着沈岸的心，但是这个名分，我永远都不会给你。这是你欠我。师傅，这华胥引我大致掌握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学得比我想象的更快。再试一次，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了。可是，上次奏响华胥引，唐国公至今未醒。主上，这秘书华胥引真的是阴毒至极吗？这还能弹奏吗？君服，那是他的选择，这一切没关系。唐国公是自愿留在幻境。唐国公那人志大才疏，却贪婪成性，一直觊觎着王位。要是他一直主政唐国，那天下迟早是刀兵四起，
让他留在幻境中，与天下百姓是真正的福祉。是这样吗？君服，你要记得，我们救你，我们收留你，教你华胥允的琴曲，让你得以重生，得到华胥允的法力，不是平白无故的。你是我们的手，我们的剑，为我们所用。别人为你做什么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要谨记。是。好好休息吧。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还是什么都不记得？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。当我捡到你的时候，全身是伤，就只剩下半条命了。这个我知道啊。你还说捡我的时候觉得和你的一位故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才救的我。是啊，你们长得真的一模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很好。那你的那位故人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？你说捡到我的时候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那他会不会是我的亲人呢？不然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两个人竟然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也很想让你们见面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他是你的红颜知己吗？算是吧，起码我当他是。主上，你是在伤心吗？虽然我把原来的事情都忘了，但是一个人伤不伤心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他一定对你很重要，是吗？没关系，现在有你陪着我，答应一直陪着我。君服的命是主上救的，我当然会一直陪着你啊。真的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如今这只手，连一个茶杯都握不住。夫人，没什么。好闷呐。夫人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听说城里最近来了一个琴师，此人非同一般，可以解人忧愁烦恼。眼下在雀林城里，男女老少趋之若鹜，都觉神奇。不如我们也去瞧瞧吧。解人烦恼，多半是哗众取宠吧。天底下若真有这般奇人异事，何来如此多的痴男怨女？可是去试一试也无妨啊，就当出门散散心也是好的。夫人，这琴声真的很好听啊。琴师果然神奇，听这一曲，我心中郁结舒缓了许多，那些烦恼的事也渐渐消失了。谢谢琴师。下一位。哎呀，出来了。下一位是谁呀？你可有烦恼？天下人谁能没有烦恼？情能忘忧，天下的烦心事，无非是不能忘怀罢了。只要将它从心中抹去，烦恼就不能称其为烦恼了。若是能轻易淡忘，又怎么称之为烦恼？好，那就静听琴声吧。
有开始，更没有将来。小心！快来人，保护夫人！快快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好，多谢夫人相救，蒋女子君服。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长得像我一个故人，太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？那我倒很好奇，他在哪儿啊？我能见他吗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但当我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又觉得也许他没有死。你刚才说你叫君服。君服？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字，意思是轻若尘埃，一服即逝。为什么是你师父取的？你父母呢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因为我之前受过伤，忘了很多事，应该说是忘了所有的事。是我的师父救了我，授我琴艺，并给我取名字。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师父是山野村夫，不提也罢，夫人不会认识的。山野村夫怎会教你如此神奇的琴艺？山野村夫救来的女子，又为何遭人追杀？那些杀手武功顶尖，绝非寻常人等。你不觉得你这一切说辞都太过让人不可相信吗？我知道你是魏国的都督夫人，难道此刻你是在审问我吗？如果是我害夫人受了惊吓，你大可将我打入大牢。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太希望你是我那位故人。可是你说他已经死了呀。是啊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。时间不早了，经历这一场惊心动魄，你也该累了。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吧。等等，你这是收留我吗？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这里原本就是。原来竟是这么容易。夫人，您就这么把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女子留在宫中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谁知道她是好人坏人？万一是来家害夫人您的呢？好人也罢，坏人也罢，我是留定。您就不怕大人他？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这些吗？月辰，啊，来，慢点啊。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在哪里呀？还能是哪里？你是打鱼的吧？从那片海里能逃回来的，这么多年啊，就你一个。是你救的我？谈不上救不救的。啊，你就倒在那片海滩上，总不能看着你死吧？啊，喝点热汤吧。来，年轻人，你打哪儿来呀？我是陈国人。陈国，那很远了。来，再喝。
柳姑娘，柳姑娘吃点东西吧，你一天都没进食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这些日子，我们该做的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却都还是不奏效。你说，这少爷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夫人了？少爷对夫人确实不同了，以少爷的性子，他要是没动心，他不会下不了手。柳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柳姑娘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柳姑娘，你可能真的有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样？恭喜都督大人。你是说？恭喜公子，喜得贵子。琪琪，琪琪，这里是我们的孩子，我要当父亲了，我沈兰要当父亲了。怎么了？傻丫头，怎么哭了？这是喜事，应该高兴才对呀。公子，柳姑娘她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宫中女子未婚配就怀孕，是败坏风俗，理应当诛。虽然柳姑娘怀了您的孩子是天大的喜事，但要是大宗伯追究起来，这是不合礼法的。这万一……我沈爱的孩子，谁敢动他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没名没分的。你不用说了。琪琪，你怨我吗？我知道你委屈，我欠你一个名分，是我不对。你等我，等我给你一个大婚，我会给你和我们的孩子所有最好的一切，好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什么都没让他们动，这就跟你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真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夫人，我说过，我叫君服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。我总觉得公主没有死。你知道吗？她死后，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她。我原本以为她是怪我食言，没有陪她，所以她连梦里都不愿意来见我。可是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想也许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死。天底下怎么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连笑容都是一样的？那夫人有没有想过，也许这不是偶然，也许我是为了让夫人误以为我是她而来的呢？你是吗？就算是那又怎样？这宫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每个人都怀揣着某种目的。若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深究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我要的只是虚幻的快乐，即使是虚幻的，但至少也是快乐的。所以，就算你不是叶真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叶真。所有吃穿用的都照最好的给我送过去，还有库房里大王赐的那些丹药、滋补良品也一并送过去。是，他若还要什么，你们不用跟我商量，都允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大婚，要尽快办，不用广宴宾客，琪琪怕生，我也怕动了她胎气，
但该有的礼数，一项都不能少。是，小的现在就去夫人那儿知会一声。等等啊，我自己去跟她说。回到魏国，这是我真真正正开心的日子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。我爱，我曾经珍惜的，都一个个离我而去，而我却必须要在这个熟悉却又已然陌生的地方生活下去。我不能抱怨，不能后悔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。可是真的，有时候我会问自己，我到底还能撑多久？我为什么还要撑下去？虽然我看不见你的样子，但姑娘在我心中，你是至美。天底下再无女子能在我心中占有位置。但是，如姑娘不嫌弃，深爱，想娶姑娘为妻。我一定是还在幻境里，不然你不会出现在我面前，就像从前一样。深爱，这是真的，还是我的幻觉？素年，嘘，不要说话，我还不想这么快醒来。素年，我知道你还没办法接受那妻妻为妾的事，但是素年，妻妻已怀有身孕，你来是为了通知我你必须娶柳七七吗？你可以不用来，我阻止不了你什么。你们秦瑟和明举案齐眉都与我无关。你想怎么做，你做便是。等等，你这又算什么？素年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些。我答应给七七承诺，现在更不能负他。素年，我必须要遵守承诺。我希望你能明白。可你却握着我的手，是，你可知一个女人把手放在一个男人手中，是希望他承诺一生一世一心一意。你做得到吗？对我，对柳七七。是啊，既然你们都有了孩子，放手的人应该是我。叶真，叶真，身体好了，等一下开饭了。公子，果然是你。站住！站住！
果不出我所料，郑国偷袭我边界，你速将此情况通报乌垒城，并且禀告大王，审案，请求出征。是。我要你帮我保管这个密匣，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打开，直到见到玉儿，交给他。是我出卖了公子，公子受了这么多苦，很恨我吗？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，差点被杀，公子你应该恨我。这次你救了我，我们之间也算是两清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从无因谷的天牢里逃出来，那个人一定就是公子你了。所以我一直等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是必经之路。只要公子活着回来，我们的过去就一笔勾销。只要你活着回来，无论公子以后做什么，紫嫣定会跟随我。那如果我一直都没出现，那我就守一辈子。紫嫣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公子，你要去哪儿？很感谢你这几日的照顾，我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，所以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公子难道就不问问紫嫣为什么在这里等你？这个我已经不关心了。那公子关心什么？你还要去找他，但是他已经死了。他有没有死，只有查清真相才能做定论。你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我逃出无因谷的吗？就是我相信叶真他还活着。大王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子。为了我？公子以为大王已经放弃了公子，想要公子死，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王为什么会把我从小就安排在公子身边，并且告诉紫嫣，就算紫嫣死，也要护公子的周全？君心难测，紫嫣确实不知道大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但我唯一清楚的是，大王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公子。就连紫嫣出卖公子，也是大王希望给公子的历练。历练？我大可以顺顺当当的将王位给他，可是这王位，并不是仅仅代表一种身份，一个权位，它还是万千百姓的生计。是我陈国先祖的累世功勋，它是我心中整个九州王土的野心。能做得起这个王位的人，他必须不是一般的人，必须能经受各种磨难，成则霸天下，败则泯然众。公子只知道紫嫣曾是刘夫人的一枚棋子，但公子是否猜到，其实紫嫣真正听命的人是大王。在紫嫣很小的时候，大王就派人教我武功，并且告诉我，这一世我活着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公子你。原来你就是我的死士。是，所以为了隐藏这个身份，为了活得更长久，我选择给刘夫人当义女，并且让她把我安插在你身边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一切都在大王的掌控之中，因为他知道，唯有这样，公子你才是最安全的。所以，就算是逃出无因谷，也在父王的算计之下。是。那我若是死了呢？大王相信公子的能力，大王更相信，只要公子不死，你一定比以前更强大。他是觉得，若是我真的死了，就证明我根本不配当这个世子，死了也应该。公子，你难道没有看出，大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？大王只是想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，把公子推向王位，并且坐稳王位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公子要做的不是去找叶真公主，而是跟我回去见大王。不然，
就什么都来不及。夫人，秦师来了，进来吧。请。好看吗？我记得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花。我不喜欢剑兰。哦，忘了，你不是他。夫人今天想听什么曲子？不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天。怎么样？在宫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好？都好，谢谢夫人关心。可想起什么了吗？啊，没有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下去吧。等一下，你是？他是我请来的琴师。我怎么觉得他看上去有些……你来就是说这些吗？不是，你下去吧。师傅，我要找的到底是什么？一个灵印，一个装在密匣里的灵印。郑国偷袭陈国边境，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。你是来与我道别的？不完全是。宋念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信任你。整个雀霞宫，只有你值得我托付最重要的事。这是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能说，我只求你在我出征的这段时间，帮我把这个东西保管好，它非常重要。除了你自己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它藏在哪里。为什么要交给我？你应该交给柳七七。七七太柔弱，她只适合被人呵护。哼，果然，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她，不怕我出卖你？若真是这样，我愿意承担后果。我答应你，就凭你这句话。谢谢。等等，你要保重。有句话，也许我不该说。宋念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希望你可以照顾七七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？就凭你是宋宁。我走之后，这宫中一切都会听命于你。我也知道你不会挟私报复。沈爱，你是怕我欺负柳七七，拿话来堵我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安心离开。你们俩都是我的牵挂，只要你们俩好，我即便战死沙场，也可以安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在你心里，他终究还是那么弱。
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宫中守卫众多，你这样很容易被抓。难道你不问我究竟要做什么？我不关心你在做什么，也不关心你进入这雀霞宫究竟是偶然还是精心策划。我说过，就算你不是叶真，可在我心里你就是叶真。只要是你遇难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今夜守卫们一定会仔细搜查，你暂时留在这里。这是真儿的进宫，他们不会进来，很安全。等等，就是因为我像你的故人，所以你就帮我。好好休息吧。谢谢。做你的朋友，一定很幸运。宋娘，父王，是我。备马。主上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姑姑，刚才我的曼珠沙华全都败了，此花与军服心意相通。如果军服一切顺遂的话，花的长势就好；如果军服有麻烦的话，花就会颓败。所以我要去救他。这么小的事，派薛影卫去就行了，怎么可以劳驾主上亲自出马呢？我不能让军服有任何闪失。军服不过是我们的杀手，我们的工具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工具产生感情？再说，他根本就不是叶真。我当然不会搞错。叶真已死，他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结束，但军服是完全属于我的，我不能让他轻易涉险。哎，主上，你……叶真的遇到麻烦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们该出发了。公子。出发吧。夫人，您出嫁时宋大人送来的嫁妆都在这里了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少爷，柳姑娘知道您就要出征了，近日来又在忙于朝政，担心您疏忽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亲自下厨给您做了药膳。哎呀，这些粗活就交给下人们去做，万一累着自己伤着孩子怎么办？少爷，您趁热吃吧，这些都是柳姑娘的一片心意。放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们的孩子可好？他会动了吗？琪琪啊，我之前答应你会给你一场大婚，可眼下楚兵在即，这婚事我只怕是要食言了。祈祷你能平安的回来，我等你。放心吧，琪琪，我不会让你没名没分的等我，我更不会让我的长子成为一个野孩子被人讥笑。
这个玉镯是我沈家世代传家之物，是给家里长媳的信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也送给我们的孩子。从此，它便代表了你的身份。来，戴上。你看，你戴着它，多合适啊！是谁？好，怎么样？到处都是守卫。你逃出无影谷的消息已经传出，刘夫人一定是害怕你回吴垒城，所以在每条街道都安排了探子。要避过探子很容易，但是要潜入王宫，这就难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分头行动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是。希儿，你父王还不肯见你。母后，这都大半夜了，我到底要跪到什么时候啊？过来，夫人。希儿，让他替你吧，你明天一早过来。谢母后。大王，你这样可是要伤身体啊！你来干嘛？希儿一直跪在门口，怕你难做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昨日朝臣们上书举荐，谢儿继承世子之位。晚上他就跪在我门前，说要替我分忧解难。我看他要的不是世子之位，是我的王位。大王，希儿是你的儿子，如今玉儿已死，这个王位早晚都是他的，谁还有能力和他争抢？他的这些举动，不过是知道大王身体不好，怕你操劳国事，想让你早些颐养天年。这个心意我领了。玉儿是你的儿子，希儿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厚此薄彼？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王位传给希儿？杀了我，你也会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在我的身上下了蛊。既然你不肯让出王位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让你生不如死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玉儿死了？她早就逃出了无影谷。原来你全都知道了。你心里只有那个贱人和那个孽种。我也是你的夫人，你为什么就没有想过我？为什么？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地位。
我娶你，不过是为了保护她。我一直都没有瞒过你，你为什么对我怨恨了这么多年？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我能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取代了。但是不是现在？你终于不行了，我就知道你会不行的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开门！父王，父王，玉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玉儿。没想到你还记得这条密道。小的时候，父王带我在这条密道走过那么多次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想不到你我父子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见面。父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在外面都听到了什么？母后她给你下了蛊。不要叫她母后了，她与你的生母无法相比。我的生母，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提起过她？父王，以前我不能提，因为这是个禁忌。但既然你说起，能不能告诉我关于她的一切？不记得了，许多事都变得很模糊。我体内的蛊会吞噬我的意识，尽管我用尽法术对抗它的蚕食，但记忆中最珍贵的那些人和事却越来越模糊。玉儿，我怕有一天连你都认不出来，而刘心思就等着这一天。所以我必须在还撑得住的时候让你强大，有能力坐稳这个王位。你明白父王的苦心吗？儿臣明白。恐怕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玉儿，你能重新回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通过了所有的考验。你去找沈乱，把我交给他保管的密匣拿回来。记住，只有你才能打开它，它会让你更强大。你找我？是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明日就要出征了。我知道。这一去生死未卜，你打过仗，你知道战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就这些？我想说，
万一我战死沙场，你可以改嫁。你是怕我不愿意为你守寡，丢了你们沈家的脸，还是想借此机会打发我走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那我该怎么想？宋宁，我知道你过得不开心。自你加入沈家以来，受了很多委屈。我不是个好丈夫，这雀霞宫也不是适合你的好归宿。我更不希望这里变成你的牢笼。沈爱，你放心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一定会改嫁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活着回来。别忘了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在赢我之前，你舍得死吗？好，就为了你这句话，我一定活着回来。公子，你去哪儿了？走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平安符，保佑你平安的回来。照顾好自己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等我回来。大人，可以出发了。没想到你会来送我，我只是凑巧经过。那我也很高兴。我与郑国交过手，尤其是这次率兵出征的龙巡，听闻此人深谋远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你要小心。你担心我？你我还有许多恩怨未了，我不能让你死在别人手上。这个拿着。这是你的护心镜。这镜子比寻常的护心镜要坚固许多。我已经不用再上战场了，留着它也没用。还是你把它带到战场上去见识见识吧。这可是你们宋家的传家宝。说是神器，那也得护得了人的性命才行。若是护不得人的性命，它便什么都不是。我把它借给你，不是让你欠我人情的意思。而是你我如今还存着这个名分，你若死在战场上，那你们沈家这一大家子就得我来养着，谁的担子还得谁来背，不是吗？好，我收下了。保重。我上次有负于你，可是我心里清楚，你我只是认识的时间不短。若这次我可以活着回来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要重新开始。
经历这么多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苏宁，我等你。沈岸虽不在，这宫中的一切事宜还是按老规矩办，不用事事都请示我。可是柳姑娘她怎么了？大人出征之前吩咐，虽然没时间给柳姑娘办一个大婚，但是如今柳姑娘有了大人的孩子，按照宗族规矩，若是长子，这以后是要继承大人的爵位的，所以沈岸要给她名分。是，大人出征之前吩咐，这个事儿一定要跟夫人请示。夫人，您看，你们都决定了的事，还需问我吗？但是大人的意思是，一定要得到夫人的首肯才行。希望大夫人能与柳姑娘相安共处。夫人，您看我该怎么回大人和柳姑娘？既然都有了孩子，还能怎样？那夫人的意思是……啊，卑职明白了，卑职现在就吩咐下去，即日起，柳姑娘就是二夫人了。如此一来，夫人还有一事。还有什么事？柳姑娘不，二夫人的意思是，她现在居住的院落原属妾室，如今大人给了她名分，还将她纳入宗谱，所以她现在再住在哪儿，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。她想怎样？二夫人的意思是，她想搬到文昌公主原来的寝宫。她还是不死心。毕竟是大人临走之前的吩咐啊。沈岸不在，这宫中事务是不是我说了算？是。既然我说了算，那她就不能搬。她怀有身孕，一切以稳妥为主，搬家之事多半操劳，虽不是亲力亲为，也需要时间适应。她若真想搬，生下孩子再搬也不迟。是，那卑职就先告退了。二夫人，您这是在绣什么呢？二夫人给小少爷绣花呢。二夫人，其实我特别担心，我又让您操心。二夫人，那我要是说了，您不能生气呀。万一动了胎气，可都是我的罪过。我原本想着，您现在已经进了门，还怀了小少爷，我们再住在这个侧院已经不合适了。况且文昌公主的寝宫还是空着的，以前我们没名没分，大夫人不让住，我们忍。可现在您的地位不一样了，所以我就跟管家说我们想搬进去。结果，你猜怎么样？大夫人不同意。这大夫人，她摆明了是在欺负你。其实啊，搬不搬不重要，我担心的是你的孩子。俗话都说母凭子贵，按照陈国的规矩，公子的爵位也是由长子继承，也就是说，小少爷将来一定是这里的主人。不过，按照大夫人的性子，这么不容人，您觉得她能眼看你把孩子生下来？就算生下来，日子久了，稍有闪失，她就会下毒手的。二夫人，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只有保住他，才能保住你的荣华富贵。你想知道该怎么办？先下手为强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怕被别人发现啊？
干嘛啊？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的地方？探我点好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好像来过这儿。来过这儿？我老是做梦，梦见同一个人，他喊我叶真。奇怪的是，这里所有人都喊我叶真，连宋明也是。哎，我到底是谁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算了，想不起来就别想啊。放心，这不是有我在吗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吗？其实我还可以更好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让我找的东西呢就在夫人手里，但是它藏在哪儿我还没有找到。哦，那就找机会赶快带他进入幻境，人只有在那里才不会有秘密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我在这芙蓉花中下了清心香的毒。二夫人不用害怕，闻了这清心香是不会中毒的，但如果服用了这汤剂，就是剧毒。二夫人不用担心，这毒根本就查不出来。